我的未婚驸马的顾怀旭失忆了。他失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我退婚。可我是公主，他与我退婚要受30道鞭刑。受完鞭刑，奄奄一息的顾怀旭狼狈不已。而在最狼狈的时候，又看到了旁观的我。他爬起来，对3朝宰相的顾家老爷子说：“祖父，我好像一见钟情了。”傻孩子，那就是你死活要退婚的前未婚妻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的未婚夫顾怀旭出身簪缨世家，年少成名。大婚将至，他不过出门遛个弯，便失忆了。失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与我退婚。我的儿，你想哭便哭吧，莫要吓唬娘啊！我坐在榻上，手中放着快要绣完的嫁衣。娘，你说顾怀旭失忆了，要同我退婚？是啊，已经同他祖父到了前朝。与公主退婚，便是皇帝不去怪罪，也要受30道鞭刑。30鞭刑下去，不死也没了半条命。娘，我与他之间不止情爱，我要去同他问个清楚。我带上伤药和一柄镶嵌着红宝石的匕首，往前朝去了。到前朝的时候，顾怀旭还在受刑。顾丞相身穿藏青锦袍，绣暗纹松鹤，两鬓霜白。他在一旁观刑，甚至有闲心和我打招呼：“嘉义公主也来观刑吗？4月还冷着，公主到这儿来看，吹不到风。”我默默站过去，看着那鞭子落在顾怀旭身上。我将手里的伤药递给顾丞相：“顾爷爷，怀旭是真的失忆了吗？”“是真的，7日前落了水，醒来后就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太医来了一个又一个，说是在湖底磕到了头，伤到了脑子，以后未必不能想起来。但怀旭听说自己马上就要成婚了，嘴里说着什么未到成婚年纪，死活要退婚，不得已让他闹到了陛下跟前。”顾丞相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戏谑。嘉义公主情深意重，还带着上好的伤药来，若是我啊，非得再给她捅上2刀。我于是拿出那把红宝石匕首，默默地朝着顾怀旭比划了2下。哈哈哈，这才是我看中的孙媳妇。顾丞相爽朗一笑，又问我为什么来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开口：“我想听他亲自同我退婚。”顾怀旭受完鞭刑，衣衫褴褛，浑身血痕，疼痛让他大汗淋漓，又咬着牙不肯出声。他3岁启蒙，4岁作诗，7岁策论，无人不叹一句芝兰玉树，年少有为，哪有过这样狼狈的时候？顾怀旭愣怔地看着我，忽然就呆住了。爷爷，您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信啊，你6岁那年参加宫宴回来，就跟我说有个非娶不可的小姑娘，你说那叫一见钟情。顾爷爷没有风度地翻了个白眼。我上前把匕首抵在顾怀旭喉咙处，盯着他的眼睛，想起来他10岁时在皇家狩猎场替父皇挡的那一刀，那一刀也成了他求娶我的圣旨。他那时看着我，眉眼温柔又深情。陛下，嘉义公主性秉纯良，貌若瑶池仙葩，德如兰芷芬芳。臣子久慕公主贤明，愿以余生相托。若得陛下恩准成婚，臣子必当敬之重之，护其一生周全无虞。这一次换我来问他了，你想娶我吗？啊，这什么娶不娶的，都太小了，你才多大？咱们新时代不讲这个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若是你再大些，最起码成年吧，18岁，对，就18岁。他眼神飘忽，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，脸倒是红得像煮熟的螃蟹。我再问一次，你想娶我吗？想。我笑了笑，把匕首丢到他怀里。顾爷爷，婚期如约吧，希望您能拦下父皇解除婚约的旨意。顾丞相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，阴恻恻地蹲下与顾怀旭对视。爷爷，我好像见着仙女了，你懂一见钟情吗？孙儿想娶她。傻孩子，那就是你死活要退婚的前未婚妻哦。顾怀旭，顾家终究还是拦住了退婚的旨意，婚期将在3月后如期举行。我与顾怀旭又成了上京城的谈资。后院的女人们说顾怀旭是千古第一深情，赞叹我的好命。连9四说书人都一轮一轮地说着我与顾怀旭的爱情故事。哪有这么夸张？殿下您什么时候与顾公子深夜定情了？就是啊，哪来的虎狼窝下顾公子拼死相救？这些人真是什么都敢编排。
月兰和月竹无语点评。世人皆爱夸大，一句话就能说完的爱情，若不加上点惊天动地的遭遇，如何叫人相信那是爱呢？那殿下，你爱顾公子吗？话毕，月兰自知失言，苦恼地打了一下嘴。我不知道，我对顾怀旭是不是爱，我不知道。若非他10岁时求圣上赐婚，我与出身低微的母亲在后宫的日子不会好过。我对他不敢提爱。隔壁的包间里，顾怀旭捏碎了手里的酒杯，额上青筋暴起，身上的伤感觉都不疼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感情可以培养的吗？哎，那个程中啊，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和嘉义公主的故事，以及她喜欢吃什么、玩什么、喝什么、爱什么颜色。程中闭眼，强忍住吐槽的欲望，第无数次说起他们的相识。顾怀旭手起笔落，咬牙切齿。多找些人在整个上京城讲这些故事，再找几个酸秀才写点我和嘉义公主的诗，什么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我要整个上京城都知道我与我媳妇儿那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在这边听着，彻底相信顾怀旭失忆了。八方客酒楼作为上京最大的酒楼，是我与顾怀旭一起开的。这2个包间建造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建。2个包间里各有一道屏障，拉开屏障可以听到对面的谈话，而不让对方听到。每月的初1、15、30，我们俩约定好了在此交换信息。今天是4月15，他还记得赴约，我以为他还记得。我故意拉开两边的屏障，就是叫他听到我说的话，借此试探。却不曾想酒楼方四说的故事竟然出自他手。芝兰玉树的怀旭公子手握治国之策，失忆后改写这些情情爱爱的故事了吗？我有些无语。醉月楼是上京城最大的风月之地，我开的。自古以来，酒楼与青楼都是最好的情报之所。这里的女孩们个顶个的娇柔美丽，诗词歌赋、暗器百解，各有所长。都是我花了大价钱找了最好的师傅教授。青燕引我到天音阁，里面传来摔摔打打的动静。殿下，静家小姐自打来了这里，不吃不喝已有3日，一心求死。里面的人在劝她吃些东西，威胁也好，开导也罢，还是不肯吃一点。我推开门，月兰带着他们退下。少女皮肤黝黑，身材健壮，她漆黑的瞳孔望着我，一下子认出我来。也是。林尚书一生清廉，鞠躬尽瘁，为国为民。可叹当朝皇帝昏庸无能，奸人当道。不过是在圣人抢征赋税时多加劝阻，血溅龙台，抄家流放，女子充妓。那是我的父皇，他应当恨我。素手不拈线，云田重晴川。工部尚书之女林静家，不爱女红爱田野。听闻你去年研究出了一种新道，可亩产翻倍，更是研制出一种农具，百姓浇灌稻田更为便利，可省人工。他仇恨地望着我，九公主身在皇城，不使百姓疾苦，也和那些后院女子一般，瞧不上我的行径吧。后院女子？你娘亲难道不是后院女子？林静家不言，狼狈的别过头。我端起凉了的米粥喂她。你亲自去田上看过，这样一碗浓稠的米粥，几户人家吃得起。你是吃了还是扔了？她还未说话，眼泪便啪嗒啪嗒落在我的手上。九公主，我母亲已随我父而去，我哥哥嫂嫂还在流放路上，我又被卖到这里充官妓。官妓只能接最低等的活，一晚上拿2个子儿，我又不能为你带来什么利益，还不如死了，你又何必费心救我？我抚上女孩的背，轻轻安抚她。我手底下有会打架的，有会炼矿的，有爱打铁的，还没有会种田的。矿？少女敏锐地听懂了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眶里还挂着泪，活像宫里皇后养的那只波斯猫。我说，是啊，铁矿。那铁矿还是顾怀旭教我找的。他跑出去越鱼，然后背着自己测绘的地图回来了。他在顾家势力盘踞之地找到了未曾被发现的铁矿，然后献给了我。他说，富矿进水进路。顾怀旭一直都知道我的野心。你知道我的出身吧？我娘只是个洒扫宫女，在外头还有个自小定下的娃娃亲。若非我父皇酒后强战，
他说不定还快活些。宫里头没有一个嫔妃是像我娘一样的宫女出身。我絮絮叨叨说起这些年在后宫是如何吃着残羹剩饭，如何为了一筐过冬的炭血狗叫的故事。等我说完了，他也哭了一轮又一轮。我赚足了他的眼泪，又把手里的粥递给他。这一次他带着信任，带着对我偏见的愧疚，吃得干干净净。皇帝昏庸无道，这些年百姓民不聊生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游冻死骨。可恨那些达官贵人贪图享乐，谁又真的在乎百姓的死活？我爹爹不过是劝阻一二，便要沾上这样的祸事。他又哭了，在我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会帮我的吧？我想让天下百姓都吃上饭。我会帮您。他太累了，又哭了许久，在我怀里渐渐地睡着了。青燕进来收拾，忽然就笑了。殿下，您在深宫那套悲惨往事，是不是给我们所有人都说过啊？啊，是啊。端沐玉、赵之雪、小平安都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是呀。我笑了，好用极了。这是顾怀旭教我的。他说人无法共情一个幸福的人，想得到一个人的信任，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他教我卖惨。青燕是个很聪明的姑娘，她洞察人性，一手绝妙的刑侦审讯之术，最合适做情报收集。她是我第一次卖惨换来的拥护者。这些孤苦无依的女孩们，只看到他人一点点苦便心疼不已。卖惨可耻，所以我也绝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。樱木领着我到了另一处地方，是这个月新收进来的女孩，她们麻木地挤在一起，身上没有一个好布。她们里面有几个女孩被卖来的时候，交完钱，他爹就把她们身上的衣服扒走了。穷，且越来越穷，那点破布也要给家里缝缝补补，再穿几年。樱木说完，深深地叹口气。2个房间，一个是买来的女孩，一个是买来的男孩。这世道吃人，没得吃了，便只能卖孩子。男孩女孩能卖着钱，怎么都行。我让人记名造册，带下去清洗教导。在醉月楼要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自己的名字和我的名字。顾怀旭说，血液是情感的第一根纽带，名字是情感的第2根纽带。当他们吃饱饭穿暖衣，写下的第一个名字，就是他们与我之间最直白有效的桥梁。这些年来，醉月楼与八方客酒楼一道，为我揽了不少财与情报，小到某个官员的宅院之事，大到贪污受贿、草菅人命。暗格里详细记录着世家大族背后那点见不得光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变成他们脖子上悬着的利刃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见到了顾怀旭，他手里提着甜水阁的糕点，垂头丧气地踢着路边的石子。城中我又见不着他，你说我排了半个时辰才买到的青桃糕有什么意义呢？城中见到我，咳嗽了声，提醒他家主子注意形象。奈何失忆的顾怀旭好像也失去了脑子，一下又一下地踢着石子，碎碎念着我的名字。城中眼看着自家少爷听不懂，干脆一肘击给顾怀旭撞了个踉跄。他恼怒地抬头，刚想训斥，就看到了似笑非笑的我。仙女，不是，嘉义公主。顾怀旭光速变脸，背挺得笔直，脸又红得像个瞎子。听说甜水阁新出的青桃糕极难抢到，我还没尝过，先谢过顾公子。他瞪圆了眼睛，平日里能言善辩的人，失忆后连话也不会说了。我看着陌生的他，突然想到一个地方。时辰尚早，顾公子能否陪我去个地方？好啊。我们一道去了建民巷，这是上京城所有肮脏聚集的地方。我和失忆前的顾怀旭在这里养了一群孩子，一群没了爹妈、流浪街头的孩子。最深处一个写着丐帮牌匾的地方。其实最初我想取名慈幼堂的，但顾怀旭非要叫丐帮。万一出了一个苏乞儿学会了降龙18掌，然后拿下5状元呢？也许苏乞儿可以一掌打碎这个无趣的世道。我没听懂他嘴里的苏乞儿是谁，降龙18掌又是什么？但后来的丐帮慢慢的就有了帮派的样子。流浪的乞儿不会被人记住，他们遍布上京，成了我在上京的眼睛。我才知道，原来被皇帝和世家忽视的平民百姓，拥有着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
这是顾怀旭教给我的第一个为君之道。嘉义姐姐，嘉义姐姐来啦！帮主哥哥也来啦！一群洗衣干活的小孩子在门口放哨，发现我们之后，立刻就喜笑颜开地喊其他孩子。偌大的院落里晒着他们的衣服鞋袜，还有他们自己动手做的木马桌椅，不像是一群孩子在这里生活，像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起互相帮衬。哇，好像我们那里的大院，家家户户住在一块都能互相帮助。顾怀旭感慨不已，将手中的青桃糕分下去。哎呀，下回来多买些，这些哪够吃啊？下次买那种量大管饱的。他嘀嘀咕咕，我嘴角含笑。这些话失忆前的顾怀旭也说过，虽然我不知道大院是什么，但失忆后还能说出来。顾怀旭还是顾怀旭，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。毕竟我从很早之前就知道顾怀旭有很多秘密。姐姐，你今天可以多待一会吗？一个大一些的男孩期待地望着我。他叫苏格，南方水患，只剩他与妹妹苏丽逃到上京。我初见他时，他正跪在路边乞讨，他妹妹高烧昏厥，几乎去了半条命。顾怀旭救了他们，不过几副要钱，便获得了他们全部的忠诚。顾怀旭说，这个世道的忠诚与信仰不需要多少金钱，只需要一个天下太平、吃饱穿暖的希望。我有些愧疚，我今天也有许多事情，恐怕不行。啊，那不要紧，快，把咱们的军火拿出来展示一下。他指挥着其他孩子，一群小孩子紧张又兴奋地拿出一堆自制的武器。这是雀弓，8岁力气大些便能用，杀伤力不比那些大弓差。这是我自己弄的辣椒粉，之前帮主哥哥说辣椒粉进了眼睛会疼，我试了，谁挨上都得疼上几个时辰呢。还有这个，有个小弹簧，装在胳膊上，一按就可以弹出一个银针刺出去，上面还被我抹上了铁锈。他们各自展示完自己的武器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们每天都有好好练武的，嘉义姐姐遇到危险了，我们就能保护你啦。保护我吗？那就谢谢你们了，我的安全就拜托你们了。顾怀旭忙着研究他们自制的小武器，时不时发出惊叹。虽然粗糙，构思却很巧妙。哎，这个东西怎么想起来磨铁锈的？这个世界居然知道铁锈的杀伤力吗？我靠，这不会是炸药吧？烟花里掏出来的。苏格抿着嘴，小声问我，姐姐，帮主他失忆了是真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他教给我们的，结果自己不记得了。那他还会对你好吗？我听说他还要退婚。姐姐，他失忆了你还带他来，会不会把咱们这暴露出去？说着说着，苏格神色越来越严肃，甚至带上了一丝杀意。姐姐，帮主他只带了一个书童，我们何不……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我有些好笑，这都是谁教你的？好歹当初也是你帮主哥哥付的要钱。不一样。苏格绷着小脸，像个小大人。姐姐，这是帮主教我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他威胁到你的安全，让我们先下手杀了他。我默默地看着蹲地上研究武器的顾怀旭，自小教我帝王之术，带我去看民生之间，为我造武器，收人心，赚钱。你利用着一切资源为我的帝王之路铺一条坦途。那么顾怀旭，你想要的是什么呢？朱红宫墙映着万株妖黄魏子，重瓣蝶蕊压弯了枝头，风卷着花香，卷过玉道，连宫阙檐下的铜铃都带着甜香。4月的牡丹开得颇天富贵，青天渐称天降祥瑞，国运昌隆，四海升平。皇帝开怀，连拍3下龙案，要大摆宴席，宴请百官。上林苑里歌舞升平，丝竹之音衬得外头更凄凉。里面是靡靡之音，外头却跪着一个沉默的披着盔甲的老人。金樽一酒泛流霞，玉盘胜休耀光华。这一宴所好，可抵边疆多少将士之时。我绕到满鬓霜白的吴老将军跟前，看着这个大禹的战神。吴老将军，吴家满门忠烈，您3个儿子全部战死，吴家和吴家军有得到善待吗？您卖光了家里的一切，包括妻子的嫁妆，能撑多久？可我父皇这一次宴席，您算过要耗费多少金银吗？老人沉默不语，可那双拿着大刀一次一次杀退敌军的手微微颤抖。朝廷已经半年没有再拨军饷，
他在儿子新丧时回京，就是为了要朝廷拨钱粮。老将军，皇帝子嗣众多，但至今没有立太子，您想等新帝上位，妄想新帝会有改变。可您看，除了我，所有人都在宴席上，他们从根子上就烂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顾丞相愿意与我合作。我从很早之前就在教好吴家。作为大禹的战神，伍百道十分忠心，可愚蠢的忠诚只会加速大禹的消亡。内忧外患，奸臣当道，大禹已经千疮百孔。这个年迈又固执的老人，依旧守着他的忠诚。您忠的究竟是我父皇，还是大禹的百姓？我蹲下，将手中的匣子推到他怀里。老将军，吴家守卫大禹边疆几十年，守着李家的皇位，我很感激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给将士们吃顿饱饭吧。听闻您的小儿媳有了身孕，这枚玉佩全当我的贺礼。我不再停留，他会想明白的。伍百道老泪纵横，看着匣子里的银票珠宝，向着我的背影重重叩首。殿下，吴老将军会答应您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征战一生的将军，不能为了钱抛下尊严。顾怀旭说过，伍百道这样的人，执拗顽固，但他是个纯臣，我很难说服他。可没有吴家军，我就不行了吗？他既然忠于皇帝，那皇帝是我的话，他忠的就是我。我与顾怀旭自幼相识，他教给我的第一课是野心。他让我亲眼看着我的母亲为了在我生辰时要一碗热腾腾的长寿面，是如何讨好大宫女和太监。他说，权力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补品，大补。在他10岁那年，我不知他和顾丞相彻夜长谈了些什么，但第二日，顾爷爷开始教我下棋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我将他杀得满盘皆输。他那时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向我躬身一拜。怀旭，你和三公主赢了。后来顾怀旭带着我频繁出入民间，瓦室勾栏，田间地头，日夜翻看着大理寺的陈年旧案。他说，坐高台，无法知民生，殿下要亲自走一遭。我从懵懂敏感的女童，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。我藏拙示弱，在后宫前朝都是个透明人。可我治军火，敛财，收集信息，培养心腹，养军队，前朝后宫的一切动向都在我的眼里。嘉义公主，您怎么下棋都心不在焉的？顾丞相走了一步棋，目光灼灼地望着我。我跟着走了一步棋。我在想，南方水患，今日的朝堂必将流血，顾爷爷您称病在家，实在是聪明。只是不知今日是谁上书死谏，是张大人、欧阳大人，还是沈大人？老人哈哈大笑，似有不解般问我，您这些年私下联系那些直臣纯臣，既许他们高丽，又为何眼睁睁看着他们抄家灭族，流放千里？怀旭说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怀旭还说，女子称帝本就是所不容，若非经历重大变故，无人会愿意突破枷锁，重新审视我的重量。顾丞相抚着胡须，又长叹一声，老夫这些年一直没想明白，陛下子嗣众多，为何怀旭偏偏选中了你，一个女孩？我耐心听他说下去，但老人家显然是想到了什么，苦笑着摇摇头。他为你铺了一条康庄大道，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失忆？他这个孙子多智近妖，心思深沉，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可他真的看不懂为何一定要走失忆这一步棋。我不知道，但还好，失忆的顾怀旭还是顾怀旭。我与老人相视一笑，白子落下，胜负已定。走吧，该去前朝了。南方盛产水稻，本就是大禹的粮仓，可去年的蝗灾、大旱，还有朝廷3月涨一次的赋税，压垮了百姓。今年天象异常，南方本就多水，连日暴雨之下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洪水之下是爆发的瘟疫。大禹最年轻的状元郎沈须道，朝堂上怒指赈灾官员。南方瘟疫水患，百姓已经逃难，快到了京城下。我想问问孙大人，您这一路护送赈灾粮，口口声声南方瘟疫已解，暴水已退，那么此刻京城墙外的难民又从何而来？沈大人好大的官威，陛下可还在呢，轮不到你来质询老夫。我站在外面等着他们吵架动手，再由皇帝陛下拍掌下朝，一直等到太阳高悬，
沈须道被人搀扶着，脱袍去关，踉踉跄跄，满目悲怆的出来。我知道，我等的机会到了。我问他，沈大人，你新属的皇子是事不关己的看着，还是同你一道上书彻查？沈须道，少年天才，论才华不输顾怀旭，可他无顾怀旭的出身，又无顾怀旭的城府。他出身寒门，明明寒窗苦读一朝得道，偏生的天真孱弱。入宫多年，被排挤打压，是纯臣也是愚臣，空有满腔抱负，可无施展之地。不到而立之年，已然满头白发。沈须道哆嗦着，满眼血丝，平日里傲然独视的人，竟也会在我面前落下泪来。三公主，我被摘了官职，对你已经无用了。或许顾家那个小子说的对，识民路就应该忠百姓，而非帝王。他朝我跪下，可叹百姓无辜，殿下胸有沟壑，仁善爱民，还请殿下施以援手。我就得了这些人，就得了天下人吗？今日水患，明日边疆战乱，我一个公主手中无权，不如三品官员，救得了谁？他瞪大着眼睛，定定地望着我，忽然沉沉地笑来。乌云蔽日，奸佞当道，请三公主清君侧。我反了。在我大婚的日子，拜完天地后，承天军兵临城下时，被我特别邀请来的，还在吃席的官员和他们的妻儿统统倒在了地上。你竟下毒，毒害臣子，陛下不会放过。顾怀旭眸光似血，清凌凌地望着我。殿下好手段，公主出嫁，宫门大开，守卫薄弱，喜事又消磨人的警惕性。嘉义算计得好。我点了他的眉心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，看着他的耳夹迅速爆红。是你教得好，顾怀旭，你且看着吧。他被我派人拘在房中，我提剑入了深宫。今日可巧，上京城看守城门的是我的人。城门大开，承天军迟钝闯进皇宫。我持着剑，从杀出来的血海中一路走到我的父皇面前。孽障，你竟敢造反！你一个女子，还想称帝不成？什么混账、畜生，骂到后面和那些市井无赖也没有什么两样。顾怀旭说的对，不过是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，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欣赏着他的色厉内荏，瞧着他常年沉溺酒色的空虚，发现我不为所动后，他竟然落下泪，打起了父女之情。嘉义我儿，父皇可有一日亏待过你？你母亲不过一介宫女，本不配生下皇室血脉的孩子。是我生了她的位分，将你养大，让你生来便是公主，更是为你寻了顾家那小子做夫婿，顾家百年士族，是整个上京城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夫婿。父皇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他还想说起我幼时去世，只不过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一件。他子嗣众多，又何曾在意过我这个出身卑贱的女儿呢？我没忍住嗤笑，深深地叹口气。父皇，您老还是省点力气吧，这皇位或许该换我做一做了。大胆！镇上有7位皇子，哪个不是出身高贵？你来做皇帝，文武百官便不答应。臣恭迎新皇。顾丞相被人护着进殿，还甩了甩身上的血水。这皇宫是不是太血腥了？我这可是新衣裳。皇帝不可置信地看着顾丞相，面色愤慨。顾相之，竟是你授意？莫不是还想让大禹改换顾？陛下，臣也没几年好活了，入朝为官几十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禹的百姓被外族吃干抹净。顾丞相从我手中拿走剑，令人按住了皇帝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顾相之，你个老不死的！你住手！你敢弑君？顾丞相一手遮住他的眼睛，一手将剑用力地捅进皇帝的心脏。子杀父，天理难容。他带着解脱班留下一枚手信。怀旭父母早亡，是我一手带大。看在我帮您的份上，解了顾氏，有能者您安排，平庸者贬为平民，作奸犯科者按律法处置。我老了，许多旁支作奸犯科，我都狠不下心处置，倒也成了大禹的害虫。他忽然呕出一口黑血，衣襟都脏了。怀旭说得对，士卒不能再存在了，只求您放过怀旭。殿下，放手去作罢。我忍住泪水，
令人为顾丞相整理仪容。程天君本就是这些年我收编的流民土匪，都是刀尖舔血过来的。丐帮的乞儿们四处放火，烧光了那些贪官蛀虫的府邸。上京城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天降暴雨也未曾洗净脏污。我控制住了后宫，母亲将她这些年偷摸制成的龙袍为我穿上。我儿，穿上当真合身。她眼角早有了细纹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去吧，前朝的事我不懂，但你尽管去做，母亲这里你不用忧心。我还是不放心，心里直打鼓，总觉得有事发生。我的母亲她越是催促我离开，这感觉便越是强烈。直到有人通报，后宫嫔妃和入宫的皇子公主尽数毒发身亡。我猛地意识到什么，叫太医，快叫太医来！我的母亲握住了我的手，不舍得瞄着我的眉眼。我最瞧不起他们这些所谓血脉尊贵了，难道他们就不如厕吗？说什么生来有命，可我儿偏偏要成第一个女皇帝。我颤抖地反手握住，可她的手逐渐冷了下去。娘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何必做到这一步，孩儿就要当皇帝了。你就是最尊贵的太后，谁也不敢越过你去。娘，你一定有解药的，对不对？太医呢？太医呢？我的声音带上哭腔，只有要失去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的恐惧。他倦怠地靠在我肩膀上，闭上眼睛。我的嘉义最是聪慧伶俐，你是女子，称帝本就不易，你父皇死了，还有那些妃子和孩子，他们不死，就有数不清的隐患。娘不懂大道理，可娘不能让他们给你使绊子。我出身低微，定有人要揪着不放，娘怎么能让我的嘉义受到这样的束缚？他抚摸着我的脸，可眼睛却连睁开的力气也无。别害怕，娘啊，会变成星星，在天上保佑我的嘉义。我握住他落下的手，静静地抱着母亲兜身体，感受着一点点消散的温度，直到顾怀旭推门而入。李嘉义，你还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上京大乱，正待你来解决。我娘不在了。他红着眼，一把扯住我的领子。我爷爷也不在了。他们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登上皇位，重整大禹，不是叫你躲起来做个懦夫。他落了泪，又用力抱住我。嘉义，你该出去了。是啊，我该出去了，我知道的。大禹30年下，时序清和，天命有归。女帝即位，不得失人，昭告天下，改元谥号，定国为西，欲起雍熙盛世，垂范万代。顾怀旭接了他爷爷的位置，成了大西的宰相，也成了我的南皇后，与我育有一女。我给他取名宁昭，欲国泰民安。他不负所望，我退位后，他做得比我要好。弥留之际，顾怀旭陪在侧。我又问了他那个问过无数次的问题：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失忆？我想了许多年，也没有想明白。我不信你是真的不小心失忆的。他头发全白了，胡子也长，安静地抱着我，然后从怀里掏出本泛黄的书。顾怀旭厌恶这个士族当道的地方，他本就不属于这个朝代，他无法接受人命如草般卑贱，于是他选中了同样不被重视，母亲只是个宫女的你。只有你登上那个位置，才能真正的铲除盘根错节的士族。可顾怀旭深爱他的亲人，计划了这么多年，他知道他爷爷必须死，可他做不到，于是他想了个懦弱的点子，他给自己弄失忆了。他忽然笑出声，大约是在嘲笑他的懦弱。可他生怕计划多年功亏一篑，干脆留下一个本子，我醒后做的每一件事都叫他安排明白了。可顾怀旭千算万算没算到，我和他本就是一个人，所以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还是爱上了你。我心甘情愿地照做，可我也不敢告诉你真相。虽然我和他是一个人，但我没有你们相处10几年的记忆。失忆后，我到底还是不是顾怀旭？你们之间的情谊，我不敢赌。我翻看着那本泛黄的书页，看着上面精确到什么事情需要说什么话，没忍住笑出声。顾怀旭，你还真是从未变过。嘉义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爱我还是那个顾怀旭呢？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